最近，与君初相识又一次被不少人提起，原因并不复杂，就是一张带着成绩信息的传播图，把这部已经播出4年的作品重新推回了讨论区。很多人第一反应其实都差不多，一部早就过了首播期的古偶，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看？而且不是零零散散的被怀念一下，而是还能靠持续播放这种维度，再次进入大众视线。这件事有意思的地方，恰恰不在于一张图本身，真正值得聊的是，为什么有些剧播完之后，很快就被下一部新剧覆盖，热度像风一样过去了，可也有一些剧，明明已经隔了几年，观众还是会反复点开，平台也依然能从他身上看到稳定的播放价值。与君初相识这次被讨论，表面上看像是一个旧剧成绩回温的消息，往深一点看，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一部剧的生命力从来不只写在播出当下。很多剧首播的时候很热，可一旦播完，观众很快就记不清细节了。我们会记得它火过，会记得有人讨论过，但真要说人物、情绪、关系线，脑子里却是模糊的。这样的剧，热度来得快，散得也快。但与君初相识不太一样，它能被反复提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它留给观众的情绪记忆足够明确。古装、奇幻、虐恋、拉扯、角色命运感，这些元素单拆出来不新鲜，可一旦组合得顺，观众就会把它们记成一种整体氛围。几年之后，也许大家不一定能完整复述每一集发生了什么，但会记得那种情绪，记得角色之间的牵引，记得某些场面的氛围，记得那种明明知道会灭，还是愿意继续看下去的感觉。这就是很多旧剧能活下来的关键。不是剧情没有瑕疵，也不是所有桥段都无可挑剔，而是它留下了一种足够稳定的观看印象。观众回头再点开时，不是再补一部陌生作品，而是在重新进入一种熟悉的情绪环境。对于平台来说，这种剧最有价值，因为它不完全依赖新鲜感，它有再看一遍也不陌生的能力。在内娱，演员合作的化学反应一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有些搭档播出时声量很高，但剧一结束，话题就跟着散了。也有些搭档播完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观众还是会反复回味，甚至只要提到其中一位演员，就会顺带想到那部剧和那段角色关系。与君初相识显然更接近后者。迪丽热巴和任嘉伦本身都具备稳定的话题基础，一个有鲜明的镜头存在感，一个有成熟的古装表演经验，这样的组合天然就容易引发关注。但真正让这次旧剧再次被拿出来说的，不只是2位演员的流量属性，而是他们在这部作品里留下了足够清晰的合作印象。这点很重要。娱乐圈里演员合作很多，但不是每一次合作都能被观众长久记住。能留下来，说明角色完成度、情绪氛围和观众接受度，至少在某个阶段是对上的。也正因为如此，旧剧回温时，大家看到的不会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据，而是会自然联想到演员当时的状态、角色给人的感觉，以及这部剧在那一阶段到底为什么能抓住人。说到底，观众追剧，追到最后追的还是人。再大的世界观，再多的设定，如果人物关系立不住，热度通常也留不久。相反，只要角色之间的连接感够强，观众就会愿意一遍又一遍回去看他们相遇、靠近、误解、拉扯、错过。与君初相识之所以还有持续观看的基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核心关系线是成立的。这种成立不只是 CP 感3个字那么简单，它还包括人物之间有没有张力，彼此的情绪推进是不是自然，冲突和心动是不是能说服观众。很多剧播出时，大家会因为话题热去看，但过了热搜期之后，真正能留下人的，通常还是角色关系本身。因为观众回看一部剧，往往不是为了重新接受全部信息，而是为了重温某段关系带来的情绪反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一些剧播完几年后，观众重新讨论时，最先被提起的还是角色，还是对手戏，还是某种熟悉的氛围。
从这个角度说，一部剧能不能长尾，其实不只是制作问题，更是人物关系能不能留下余温的问题。现在的观众看剧方式和几年前已经不太一样了，不是所有人都有耐心从头到尾完整追一遍，很多时候大家是被一个片段吸引，被一个名场面勾回来，被一次二创重新点燃兴趣，然后才重新进入剧情。所以今天判断一部剧有没有生命力，不能只看首播时冲的有多猛，还要看它有没有片段传播能力。与君初相识这类作品其实就很适合被切片、被二次传播、被局部重温。它有足够鲜明的古装氛围，也有比较容易形成情绪记忆的桥段。对短视频环境来说，这种剧天然更容易被重新唤醒。哪怕有人原本已经很久没想起它，只要刷到一个熟悉的镜头，一个经典片段，情绪就会被重新带回来。而一旦情绪回来，完整观看的可能性也就跟着提高了。这也是很多人会误会的地方，他们以为旧剧还有播放，只是因为粉丝反复支持。其实不完全是，今天的传播环境给了不少旧剧二次被看见的机会。真正能接住这波机会的是那些本身就具备情绪浓度和片段记忆点的作品。说到这里，也必须承认，任何一部被重新翻出来讨论的剧，都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有人觉得它能被反复看，说明作品本身确实有吸引力，也有人会认为，这种持续播放并不一定能直接等同于绝对口碑，可能还包含平台沉淀、演员号召力、受众习惯等多种因素。这种分歧很正常，因为观众对热度的理解本来就不一样。有人更看重首播爆发力，有人更在意多年之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点开。前者更像即时战绩，后者更像耐久测试。而与君初相识这次再被关注，恰恰是把这个问题重新摆到了大家面前。一部剧到底是播出那几周最重要，还是几年之后仍然有人看更重要？这个问题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从内容行业的角度看，后者显然越来越重要。因为今天新剧太多，更新太快，真正能在时间里留下位置的作品本身就不多。哪怕它不是那种公认无争议的经典，只要它能稳定的被看见、被提起、被回味，它就已经具备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很多人聊一部旧剧时，容易只盯着它当年红不红，但更值得看的，往往是它播完之后发生了什么。有没有被迅速遗忘？有没有在新剧一波接一波的冲击下彻底消失？有没有在几年后依然能靠内容本身重新被讨论？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它可能只是阶段性热门；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至少说明自己有后劲。与君初相识现在被重新拿出来说，某种程度上就是因为他身上还有这种后劲。他未必是每个人心里最顶尖的那一步，但他至少证明了一件事，一部剧想走得更远，不能只靠播出期的热搜和站内热度，它还得有让观众在很久之后愿意回头的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演员，可能是角色，可能是情绪，也可能只是某种说不清但忘不掉的观看体验。而对观众来说，这种剧往往也最特别，因为它不一定每次都轰轰烈烈的出现，却总会在某个时刻被重新点开，重新想起，重新讨论。那种感觉有时候比当下爆了还更耐看。所以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一部播出已久的剧，直到今天还会被看得很强？答案其实并不悬。它可能没有最夸张的首播神话，也未必没有争议，但它抓住了观众的一部分记忆。角色关系留住了人，演员合作留下了印象，情绪氛围撑住了回看价值，短视频传播又不断给它新的曝光入口。几种因素叠在一起，它就不容易真正退场。这也是今天很多作品最该被重新理解的地方。热度不是只属于播出窗口期的那几天，作品的生命力也不是首播结束就宣告停止。有些剧赢在开局，有些剧赢在余温，还有些剧是隔了几年之后才让人意识到，它原来一直都没走远。
与君初相识这次被重新讨论，或许正说明了这一点。它再次进入视线，不只是因为一个数字好看，更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在更新换代极快的内娱里，能被观众持续记得，本身就是一种不容易的能力。那么问题也来了，你觉得一部剧真正算有后劲，到底该看首播时有多火，还是该看几年之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继续看？如果换成你会把与君初相识归到当年爆过，还是直到现在还有生命力的那一类？